6月2号，一段关于俄罗斯边防军的视频突然在网上爆火了。据了解，视频中这名士兵呢是驻扎在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的边防军，现在正式宣誓加入自由俄罗斯军团。该视频背后的意义让人深思，就连作为边防部队的士兵都投诚了，那是否代表着俄罗斯内部出现问题了？而这次自由俄罗斯军团的渗透作战又会为正面战场带来哪些变化呢？2023年5月22号，数百名士兵越过哈尔科夫以北的边境，进入别尔格罗德地区的俄罗斯领土。这是从2战以来俄罗斯本土首次被打入。这些战士由2个基于乌克兰的俄罗斯部队组成，他们分别是自由俄罗斯军团和俄罗斯志愿军。2支部队呢都成立于2022年，主要是由叛逃俄罗斯人组成。因为成员来自俄罗斯，所以被归纳为国际志愿军的一部分。2支部队在别尔格罗德州进行了一场渗透作战，甚至一度控制了当地的边关哨卡。这些组织的创始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成功突袭并缴获了俄军部分武器。更令人惊讶的是，俄本土部队居然拿这支部队没有办法。在本土被渗入之后呢，俄罗斯已经不止一次发布消息称将境内的武装分子歼灭，但是自由俄罗斯军团很快就会从别的地方冒出来。在这背景下呢，乌克兰军队有可能继续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渗透作战，以自身来吸引俄军的注意力，以便为后续乌军的大反攻找到缺口。现在2支军队呢都有部队在别尔格罗德作战，并相互支持。对于此事，俄罗斯的说法呢是乌克兰派出了破坏小组进入到别尔格罗德州，而俄罗斯正在围剿这群乌克兰破坏分子。不过对于俄罗斯的指控，乌克兰方面并不认同，表示一切都是由自由俄罗斯军团与俄罗斯志愿军干的，他们本质都是俄罗斯公民，本质上是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力量。那么乌克兰的说法也得到了这支武装力量的认同。前几天，自由俄罗斯军团在网上公开发布视频称，自己已经进驻了别尔格罗德州，占领了几个城镇，要对普京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并呼吁别尔格罗德进行独立公投。好家伙，这套话术啊，和普京1年之前的说法几乎是一模一样。或许这会儿普京一定能充分体会到去年泽连斯基的感受了。不得不说，自由俄罗斯军团发起的一场突然袭击确实起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俄罗斯一方面紧急调动部队对这个军团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呢，据乌克兰情报官员透露，俄罗斯正在紧急转移当地的一个核设施，据说那个核设施里面存放有核武器弹药。从军事战略方面来看，乌克兰想要在战场陷入僵持的情况下发起大反攻，先派出小股兵力牵制俄军主力是很合理的。毕竟呢，乌军至少需要20个旅的兵力才会有机会获得胜利。另辟战场，分散俄军注意力，就是俄罗斯志愿军及自由俄罗斯军团的作战任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些渗透进俄罗斯的部队对外号称已经有1000人，但从这次在俄本土的行动来看，应该是还在营级以下规模，因此俄罗斯目前并不会为其大动干戈。诚然，单凭着一个自由俄罗斯军团想要让俄罗斯手忙脚乱是很难的，但他们的出现却能极大的动摇俄本土的军心和民心。对于当前的俄罗斯人来说，前线去参军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当俄罗斯人需要自备装备去当兵时呢，他们就会发现车臣武装和瓦格纳雇佣兵却装备精良，后者甚至在招募专业人员，组建自己的防空、电子战、装甲、炮兵部队，甚至还有空中力量。这个对比所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而让俄正规军难受的是曾经的拉平上将亚历山大·拉平，曾担任俄军第20近卫集团军司令、驻叙俄军参谋长等职。2017年升任俄军中部军区司令，在俄乌战争开始后，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在卢甘斯克地区作战，尽管战果有限，但依然被授予了俄罗斯英雄称号。不过，当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发起反攻，尤其是夺回战略重地莱曼之后呢，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和瓦格纳雇佣兵老板普里戈金等人就纷纷开始高调批评拉平上将无能，需要为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溃败负责，应该由上将降职为列兵，发配前线等等。
很难想象地方政府长官和雇佣兵首领竟然敢在网络上公开批评一名掌握实权的上将以及背后的整个俄罗斯军方，这将严重削弱俄民众心中俄军的地位和形象。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在这种猛烈的抨击背后呢，即便没有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至少也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认可。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车臣首领的批评获得了效果，成功让普京更换了前线将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内部派系林立的问题。在任何国家，私军和雇佣兵都不能凌驾于国家正规军之上。虽然在俄罗斯境内却有着20多个私人武装力量，其中个别的实力更是堪比俄正规军。一旦俄罗斯在正面战争失利，这些尾大不掉的私人军队恐怕就将成为比乌克兰和北约还要头疼的对手，并且在长时间的战争下呢，现在俄罗斯内部存在比较大的反战情绪，很多年轻人都抗拒被征召入伍，认为这场战争压根儿不应该发生。另外，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已经严重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很多行业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市面上商品也出现了一些短缺，通货膨胀加剧，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支持战争的力量在持续减弱，一旦俄罗斯的反政府力量失意的年轻人纷纷加入自由俄罗斯军团，那么这支武装力量可能快速壮大。除此之外呢，俄罗斯南部的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地区一直都对克里姆林宫向心力不足，甚至有些地区还和俄罗斯人存在着历史仇恨。一旦自由俄罗斯军团在别尔格罗德州站稳脚跟，并且能吸引到更多的支持者，这些边疆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变化。因此，对于普京而言，这支实力并不强大的作战军团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要超过了乌克兰。毕竟，乌克兰或者北约在普京眼中都是属于外部因素。即便是俄罗斯最终在战场上失败，普京仍然能够坐在高处从容解释。但如果俄罗斯国内也乱了起来，恐怕就不仅仅是承认战败和接受制裁那么简单了。而自由俄罗斯军团跑到俄罗斯境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今年3月份，布良斯克州遇袭就是该军团人员所为。到了5月，自由俄罗斯军团更是光明正大地攻入了别尔格罗德。以上种种行为也让人对俄边境力量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俄罗斯无法拦住这些士兵呢？大兵认为，其最大原因还是距离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区实在是太长了。其中呢，俄边境地区的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和乌克兰有着240公里和170公里左右的交界，而别尔格罗德州和乌克兰的边境线长度更是高达400公里左右。这个长度对于本就兵力缺乏的俄军而言就十分难受了。而且战时的锁边控边跟平时还不一样，平时的巡边守卫是以巡为主，基本没有什么成规模的作战，发现越境者之后基本都是警察解决。但到了战时，敌人派出一个营级别的兵力翻过边境，即便是俄边防军发现了，恐怕也很难拦住。以俄军的情况来看，俄军采取的边境防卫策略应该是典型的前轻后重，在边境地区只保留边防哨卡，有限的机动部队配置在离边境几十公里的纵深地带，发现乌军越境后，先判明越境方向，再由机动部队进行快速支援。这种方法呢，可以让俄军在不投入过多兵力的情况下维持边境的稳定。但劣势就是边境线形同虚设，毕竟几个边防哨卡能有多少防御力量？自由俄罗斯军团这次渗入至少也是一个营的规模，以俄边防士兵的火力是根本拦不住的。并且从这2次乌军在别尔格罗德州越境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已经摸清楚了俄军在边境线上锁边控边的防御布势，每次都能够抓住时机进入俄本土，在袭击几个俄罗斯军事地点之后再马上退回去。这样一来，后方的俄机动部队根本来不及反应，自己前脚刚来，人家就已经走了。一旦俄本土被骚扰的受不了，或者回援边境，或者派遣国民禁卫军，乌军呢就可以借此展开下一步行动。无论是针对俄前线兵力空虚处进攻，还是使用炮兵部队打击俄集结而来的边防部队，都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大兵猜测，未来这支部队还可能采取小型的突击行动，进入俄境内，占领重要的村落及目标，吸引俄罗斯正规军。但仅凭这些部队来攻城略地，直驱攻击莫斯科是可能性不高的。
不过呢，也不排除在乌克兰未来发动总攻时，将运用这些士兵同步对俄罗斯境内发动突然袭击，届时内外起火的俄罗斯只会更难以应对。而这次俄边防军的投诚和俄国内发生的变化，也不仅让大兵回忆起俄罗斯的历史。在俄罗斯历史上，对外战争引发国内矛盾激化，以至于动摇本土根基，甚至政权被推翻的事情是不胜枚举。例如1812年，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长驱直入，意图踏平俄国，一统欧洲，但却遭受了惨败。俄军取得巨大胜利后，部分军队留驻法国4年，4年里，许多军官对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回到俄国后，这部分人很快就爆发了12月党人起义。到了1914年，一战爆发，战争激化了俄国本就尖锐的社会矛盾。彼得格勒爆发了工人罢工和暴动，并且得到了军队的同情和支持，最终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此后，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一战，这无法缓解俄国内社会矛盾。于是到了11月7号，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这次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革命就取得了成功。那么如今的俄罗斯是否会重蹈覆辙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留给大家去想象吧。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